汉光演习已经结束，我们来谈谈有什么值得探讨的地方。首先是地面作战，也就是反登陆作战、国土防卫还有城镇作战这些部分，我们没有看到无人机的角色，这一点非常的可惜。你看老共的无人机，这不就不请自来插花汉光演习，好像真人实境秀。根据日本统合幕僚监部还有我们国军的参谋本部都针对这架无人机发布了新闻，还有航机图。我们在图上可以看到21日午后，也就是汉光演习22日第一天的前一天，推判为中共一架高空长时间滞空的大型无人机 TB 1双尾蝎式绕行台湾一圈，飞了大约有13个小时之多。就在汉光的前一天，我们各级部队都要动起来，机动到预定的战术位置。这过程中会有不少无线电通讯，而且任何地面的、海上的、空中的动态都是共军值得收集的情报。其中像无线电通讯的频率、波段、加密，也就是保密的内容，还有发话的位置，空军基地地面的动态，还有军港里面船只的进出情形，理论上都可以被这架侦察机看到，收集回去。当然，大陆共军还有很多其他的勤监侦做法，这架无人机是整个勤监侦作业系统里面的一环。不过它占了一个地利的方便，就是它比较靠近台湾。共军在整合所有情报资料，做一个综合的研析。这还是属于大型的无人机。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小型的无人机，已经是地面作战上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无人机它的行踪飘忽不定，它飞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几乎都不知道，所以必须操作实体的无人机飞到地面部队的头上，让地面部队能够亲身的体验什么是无人机的威胁，这无人机有多么的难以察觉、难以捕捉。譬如说，在澎湖举行的联合反登陆实弹射击，全程都有直播，长达50多分钟，过程非常紧凑。应该要以实体的无人机飞到战场上，让地面的部队人人都能体验，声音也很小，它的个头、它的尺寸也不大。我们可以看到是用发射照明弹，那照明弹是用降落伞挂在天空，模拟代表向我方阵地前进的无人机。地面部队再以50重机枪、T74 排用机枪、M249 班用机枪集火射击。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几个照明弹被击落但也有几个照明弹仍然挂在天上，没有打掉。现场解说人员也提到要对付无人机有硬杀和软杀两种方式。那硬杀就是用飞弹还有枪炮与实体的击毁，那软杀呢，包括电子的干扰，还有讯号的覆盖让它没有办法执行侦察任务，也没有办法遥控。不过在澎湖实弹射击现场，我们除了看到刚刚讲的这个用机枪来射击之外，我们并没有看到其他有关软杀的设备，还有相关的演练。这以现代的战场而言，特别是已经打了2年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大家在电视新闻上或者是 YouTube 上已经看了很多有关于无人机怎么样找到地面部队，带领攻击的火力予以摧毁，还有小型的无人机、商用的无人机就能丢炸弹，对地面部队造成极大的心理的压力，还有实质的杀伤能力。在俄乌战场大量的使用无人机，有很便宜的商用机，也有拿商用无人机来自己改造的，也有再强大一点，有侦察能力、有很强通讯能力的各种各样的无人机，还有游荡弹药，还有 F 第一人称的穿越式的无人机，功能非常的齐备。我们看到澎湖的实弹射击现场完全没有无人机，跟现在的战场仿佛是2个平行世界。我们口口声声要建立无人机的国家队，陆军部队、海军陆战队，还有海军很多部队已经有大小不同的无人机实际的部署和操作。
这次也没有拿出来做相关的演练。这2天审计部刚好公布了一份112年关于国防部执行国防预算的审核意见，里面提到海军陆战队已经有红雀2型新增无人机，它的大小就相当小型的军规的遥控飞机，可是受限于当时开发的技术有点不足，还有就采购的时候没有买练习用的机型来供训练之用，所以在训练的时候使用的就是全功能的无人机，因而造成技术不熟练的阿兵哥在训练过程损伤了战备用的红雀2型无人机。经济部还说，这个红雀2型无人机呢，没有目标定位的能力，也就是说，他看到了敌军的壕沟，或者是敌人的战车，或者是敌人的炮兵，可是呢，传回来的影像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个位置是在哪里。它的影像有可见光，也有红外线，这2个模式没有办法同时使用，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切换。是这些问题，军方从来不会主动的告诉我们，要不是审计部公布了112年的决算报告，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无人机用起来问题这么多，功能也不齐全。大家可能会问，这个红雀无人机是谁做的呢？是外购的吗？不是，它是中山科学研究院的产品。另一方面就是怎么样把敌人的无人机打下来，办法在哪里？行不行得通？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又或者2年多前，我们的金门外岛被厦门放出来商用无人机骚扰，拍了 YouTube 的影片。我们的守军对于要么不知不觉不知道已经来了，要么看到之后不知如何是好，要打还是不打，要打也打不到。干扰枪到底有多少效果，我们到目前也不知道。去年汉光39号结束之后呢，就有不少学者专家批评，在无人机运用的部分非常欠缺，没想到今年依然故我，还是老毛病。这2天刚好有一些相关的新闻可以佐证，我们国军在无人机这方面动作非常的缓慢。一个是汉翔公司的董事长在参加英国法英堡航空展的时候，跟外国厂商签订了一些合约，其中有一个合约就是无人机的反措施。根据审计部112年决算报告，也就是检讨我们国军在112年预算的执行状况，其中也提到国军要筹获商用无人机侵扰我机密和敏感地区的反制系统，经过了2年多还没有办好。再者，我们知道关于这一点，军方单位已经召开了好几次的招商说明会，也办了一些采购。这2天又有一个最新的状况是，陆军的无人机360度全方位反制系统的采购作业，在7月底才要开标，这样一拖再拖，拖了好几年，好像一点都不急。现在两岸情势紧张，随时都可能爆发大战，我们实在是没有再拖的空间了。你们都不急，我真的很帮你们着急。